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乒乓球教学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南，一个正在努力长球的新手。大家好，我是教练易。前2期节目咱们一直在聊步伐的重要性，很多球友听完以后估计心里都会有一个问题，我知道步伐重要，可到底应该怎么练？没错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最实际的内容，提升步伐的2个最有效的方法。不过我要先提醒大家一句，步伐其实是乒乓球最难练的基本功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累了，很多人技术练不起来，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愿意练。步伐训练最大的敌人不是不会练，而是嫌累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是不愿意吃这个苦，那后面的内容其实不用继续听了。但如果你是真的想提高自己的乒乓球水平，也愿意付出努力，那今天这2招一定要认真听完。第一招，腿蹲下去。听起来特别简单，就是蹲下来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。很多业余球友打球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站桩输出，2条腿站得笔直，身体重心很高，只有必须移动的时候才迈一步跨一步，球再远一点就只能跳出去救球。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走路散步的模式。确实，我平时打球就是这样，站着等球，球来了再去追。这也是绝大多数业余球友的问题，因为腿一直站直，所以腿部根本没有蓄力。没有蓄力就没有爆发力，等你想启动的时候，需要先让腿发力，再推动身体，往往就已经慢了一拍。所以很多人不是打不到球，就是只能在身体还在移动的时候仓促击球，稳定性自然就很差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脚步不会动，而是腿根本没有准备好。所以第一步其实不是学什么复杂步法，而是先把身体姿势调整好。没错，我们可以现在一起做一个小动作，双脚打开，比肩稍微宽一点，然后轻轻蹲一点。这时候你会发现腿弯了，重心降低了，但其实还不怎么累。接着再继续往下蹲一点，你会马上感觉到大腿开始发力了，也开始有一点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你不是靠关节站着，而是靠腿部肌肉一直支撑着身体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腿一直都是有力量储备的。对，也只有这种状态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快速启动。很多人一听到启动就以为是跳起来，其实不是。乒乓球真正需要的是平移，我们的身体更多是在水平方向快速调整位置，而不是上下跳来跳去。如果上下起伏太大，不但浪费体力，还会影响击球稳定性。所以提高步伐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步，就是把腿蹲下来，让大腿一直保持发力，始终支撑着身体。只要这1分球还没有结束，腿上的力量就不能完全放掉。无论你是身体转动发力，还是快速移动身体，甚至是前后左右上下调整重心，都需要腿部持续提供支撑。所以蹲下来不只是姿势问题，更是所有步伐的基础。第2招，垫步。腿蹲下去之后，是不是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就可以了？还不够，很多人蹲下去了，但是蹲着不动时间一长，腿越来越僵，越来越累，腿一僵，爆发力就没有了。所以第2招就是垫步。很多球友都听过垫步，但到底什么叫垫步？是不是不停的小跳？很多人都会误会垫步不是跳，它最大的作用是让腿部肌肉始终保持活跃，也就是持续保持蓄力状态。你可以理解成汽车发动机，发动机一直保持怠速，踩油门马上就能走。如果发动机关掉了，再重新启动就慢了一拍。腿也是一样。这个比喻特别形象。那垫步具体怎么做？腿蹲下来以后，可以让脚快速轻微的离开地面，然后马上落回去。整个动作幅度非常小，速度非常快。因为时间特别短，所以身体不会明显掉下去，重心高度几乎不会发生变化。快速收脚，快速放脚，这就是垫步。收脚的时候，腿部会有一个短暂放松；放脚的时候，又重新把力量蓄上。整个过程就是不断保持腿部肌肉的活性。所以重点不是跳，而是一直保持身体随时可以启动。没错，我们每次击球结束以后都要做还原动作，而这个还原过程其实就应该结合垫步。不仅如此，等对方回球的时候，也不要站在那里发呆，继续垫步，让腿保持活跃，这样对方球一过来，你马上就能启动。很多时候对方来球位置并没有偏得特别远，这时候其实不用大范围移动，利用垫步稍微调整一下位置，同时完成转身蓄力，就可以准备击球了。所以当移动距离不大的时候，我们更多依靠垫步，它能够让脚、身体和击球动作始终保持一致。虽然看起来动作不大，但实际上一直都在为下一板做准备。对，很多人觉得垫步好像有点多余，明明站在那里也没怎么移动。其实垫步最大的意义是培养一种习惯，就是让你始终保持脚带身体，以后无论是单步、并步、交叉步还是其他步伐都能更快启动。哪怕只是原地垫步，你依然是在用脚带动身体。这种动作的一致性是步伐训练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更进一步，掌握了这2招，是不是步伐就练好了？这是基础，但还不是全部。真正的乒乓球步伐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。除了垫步之外，最常见的还有单步、并步、后侧步和交叉步。单步主要处理近台、球台、内球，在反手相持中也经常使用。并步是左右大范围移动最快、最稳定的步伐。后侧步主要用于正手抢攻近身位置的来球，也是正手爆冲时非常重要的步伐。交叉步
则是在就正手位特别远的球时才会使用，一般都是已经来不及的时候。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步伐，都建立在这2个基础上。第一，腿蹲下来有持续蓄力；第二，通过垫步让腿一直保持活跃。如果没有这2个基础，再漂亮的步伐也发挥不出来。所以真正决定步伐的还是腿部能力。没错，如果想继续提高步伐，还要长期提升自己的下肢力量，比如深蹲、扎马步、蛙跳，这些训练方法都非常有效。当然，这些训练会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比较累，但是它们能够明显提升腿部力量和爆发力。虽然看上去和打乒乓球没有直接关系，其实却是步伐能力的重要基础。很多人只练技术不练身体，最后技术上不去，根本原因还是身体支撑不了。所以提高身体素质，尤其是下肢力量，不仅能帮助你打好乒乓球，对身体健康本身也是有好处的。总结：今天我们聊了提升步伐最重要的2招，第一就是腿蹲下来，让大腿持续发力，让身体始终保持蓄力状态；第二就是垫步，通过不断激活腿部肌肉，让自己随时都能快速启动。除此之外，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，尤其是下肢力量。同时把单步、并步、后侧步、交叉步这些步伐练熟，技巧和力量同时提高，步伐才能真正提升。很多球友总觉得步伐不好是不会移动，其实今天听下来会发现，很多时候不是不会，而是腿没有准备好。步伐没有捷径，愿意蹲、愿意练、愿意累，你的步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大家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身边一起打球的朋友。我们下一期继续聊乒乓球，下期见。